这也是临时录的一集哦。我想说今天应该就晚上，可能明天早上起来就会突破订阅人次达到1万人。虽然我觉得这1万人，我没有去灌水，但是也许有朋友帮忙吧，我不晓得。但是这1万人从哪里来的，我坦白讲，我搞不清楚。因为弄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比较像是 therapy 就是有一点心理治疗吧，或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回顾。所以对我来说录这个一点都不困难，只是把以前的这20几年的心中经历过的生活，特别是餐酒生活的一些想法把它讲出来而已。更何况很多东西其实我早就已经写成文字了，在我私人的这个给一些朋友群们看的文章里面。我这里没办法公开，是因为那个群Facebook 的一个，它不是粉丝团，它是等于是有点像个人的账号。当时要进入这个账号，必须要，因为我有设定严格的这个隐私的权限，要加入账号必须是认识我，或者是我认识的这个朋友的朋友，他才能够呃搜寻，然后才能够找得到我，然后再发讯息问我能不能加入。我觉得可以才可以，因为我不想要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加到我的那个群组里面。而且我们那个群组有一段时间吧，因为现在15、16年了，有一段时间是要收费的。你看，一年要收2000块钱的样子，我记得。但这些朋友们基本上都是中高阶的主管，或者是甚至有大老板等等的，他们要的是这些比较精炼的知识，而不是那种业务们的传销，或者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哦。所以我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其实我要非常小心，或者是说我也参考非常多东西，而且最主要是我自己要思考很多。那这些思考呢，不会是在要写文章的时候才临时去想的，而是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东西。这个不是刻意为之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从小我就是这种型的人，所以我妈养我应该是很困难啊，就是我老是有很多疑问另外就是说我真的不喜欢人家教我，我喜欢我自己来。我这次在玩股票，我大概已经赔了20几万了吧，就是从开始玩到现在。因为这以后我再解释啊，因为这不重要。反正现在慢慢有一些起色了，可是又遇到一些国际上的波动。川普上来之后，这真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不管是哪一种经济体，我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走什么期货啊、股票啊，或是玩这个贵金属啊，或者是一些反正其他贸易方面的东西什么的，它其实是跟全世界当时的状况是有关的，甚至它未来的状况是有关的。所以不是说你现在算的特别的准，然后你觉得它应该这样走，它就一定会这样子。这题外话啦，说经济学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最不科学的一种，它根本谈不上科学，即便它是架构在那个数学的这个所谓的模型上面，设定各种模型，然后去讨论这个经济现象。可是问题里面牵扯到的是所谓的市场的话是什么？就是人所形成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环境嘛。也就是说，里面每个人我们人不是机器啊，
它不能说我今天要画一个东西，我用电脑来运算，然后哪一个地方有一个点什么，然后就形成一幅图画这样，然后可以一直重复的再制不行。这些不一样的经济体，它就会，当然它时间把它放长远点，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pattern 出来，但是这种 pattern 不是 pattern 就是一种格式模式pattern，但是它就好像那个 pattern 最常用来形容就是那个瓷砖瓷砖一块一块那种瓷砖有没有？那种叠起来的，就是一个那个叫一个 pattern。但是这种东西其实是只要一个小因子加进来，它可能就会改变了。你勉强要谈到蝴蝶效应，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在里面了。所以还有什么提到这边来了？就是说像我这次研究的这些经济方面的东西呢，我会觉得说，你看了很多东西，但是我不要讲市场后面有一只无形的大手，而是说这个市场是一个 chaos 就是混沌，一个混乱的现象。那个美国人们稍微丢一点东西下来，或是哪一个国家突然发生一些问题了，一扩散下来之后，你前几天甚至你昨天晚上才去算的东西呢，或是你去估算的未来趋势的变化呢，可能就会大大不同了。然后这种大大不同呢，其实这讲起来有很多了，我不想变成股票老师但是我这阵子真的很多心得，我最主要讲的就是说，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一直都是我不喜欢人家教我，我喜欢自己先去体会，先去体会，不是说我个人喜欢撞墙，而是我希望我在没有任何的干扰状况底下呢，自己先去接触到一些事情，有我自己的想法之后，我的想法不见得是对的但是至少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之后，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些已经研究过前人发表出来的东西，然后再来比对我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如果是我的看法跟前人是一样的，那表示说我这条路是对的。那如果我不一样的话，也许有一半我是错的，或者是也许有另外一半是我看到了跟人家之前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你说你就这样一定可以看得到吗？依照我的经验我那个年代，从我那个年代开始学习，比方讲说40年代以前，不40年以前，跟现在的一些不管物理、化学、数学，或是任何的一些生活常识，就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变化了。那这种变化呢，就是以前为真，现在不见得为真，或者是说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现在突然跑出来可以了。再讲下去我就变科普频道。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东西，我要讲的只是说，所以所有这些累积的东西呢，我本来就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所以我的东西别人没有办法仿照的。为什么？因为除非你像我一样花那么多精神，而且你自己也去思考过，所以你要怎么仿我？你只能，你又不是我，你再怎么仿也不会有我这种程度了。讲白一点就是这样。我讲的程度就是说，你不可能像我一样不是说我比较强，是说不会像我一样。这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可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思考，你只是进到学校或者进到一个补习班，或者是进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团体里面去，有老师来授课的话，这样你可能可以很快得到一些基础的知识。可是这样的知识呢，有时候会限制住你，你就被绑在这里面了。你特别是如果你比较不会举一反三的那种类型的话，或者是说你就是完全信赖、崇拜，这个所谓的先知，所谓的这些呃长者、教师等等的，那你怎么讲呢？讲的好听就是说，你可以延续，当然是很重要，这一点也是很重要，要延续，因为有些知识它已经很确定的东西，你要有人去延续它嘛。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可能开创这方面的话，你就比较缺乏了。其实是影响社会进步，整个
我们讲说，比方讲工业早期的农耕时代啊，工业时代啊，资讯时代啊，然后这个什么像现在进入这个什么AI 的时代啊，什么的，一个世代的演进呢，其实总是在那个时段会有出现某些特殊型的人出来，不是全体的改变，而是先有少数人开始，甚至只有一个或两个，然后去改变，改变了之后呢，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去改变这个社会，然后有时候一开始还被当为是异端哦，比方讲，天圆地方啊，比方讲什么地球是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啊，什么那些就是以前哥白尼啊，什么那些，甚至我忘记哪一个是哥白尼嘛，就是因为这样得罪了天主教的教皇嘛，反正就是这种呃有神论无神论啊什么的，然后被烧死掉嘛，那真的很痛苦啊。我把话题扯太远了，就是说，其实社会的进步是，除了有守成的人之外，还要有创新的人。那就我自己觉得我是比较属于就是我希望能够不是创新啊，就是我希望我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些为什么是我自己能够去思考出来的。你自己去延续啊，因为这实在讲不清楚。我不是说我什么东西，我又不是拉马努金，就是那个印度那个数学家，什么公式就在他的头脑里面跑出来了。那个到现在还是未解之谜。我不是这种型，我没有那么厉害，我只是会觉得很多东西我要去思考。哦，那今天这个是临时出来的，前言讲完了，所以你如果没有看完前言的，通常我都十几分钟之后才会切到我要讲的主题哦。我前面讲这主题，我也完全没有打草稿啊，镜头就在这里啊。然后我现在有学高，我之后有一些荧幕会有一些几个一个大的标题，免得我会跑题，或者是有些东西没有讲到。然后但是呢，即便如此，有时候还是很难控制住时间呐。但是至少我就是会比较掌握住我今天要谈的东西，尽量把它该讲的有讲到啊，不会说那个题目或者是这一集太过发散。发散也有好处啊，你可以把它当做我在广播嘛，在闲聊嘛。然后我尽量讲慢一点，字正腔圆一点哈。我这一集要提的是，其实我本来不想提，但是我之前在谈美味的定义的时候，后来我有提到说，因为来不及讲这个，举一个范例，什么叫做美味嘛？因为我当时举了6个因子在里面，各位可以我放在文章的最后，各位可以去看前面我分了3集来讲哈，然后每集各讲2个重点，就2个因子哈。什么包含这个温度啊，这个复杂性啊，或者是复杂性还有什么平衡感啊，然后浓郁啊，还有所谓的美学的部分啊等等啊，这些东西我都有去提哦，各位可以再回去再看。创意啊、美学的部分啊什么的，我都举很多例子，所以当时分了3集来讲，每一集大概都1个小时，所以我几乎为了讲一个美味的定义，我花了大概3个小时。那当时我有提到说，可能要举一个例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来不及，那我就现在讲，现在差不多15分钟嘛。我今天其实会举2个例子哈。一个是有关于葡萄酒的，一个关于是有关清酒方面的东西。然后这清酒呢，其实又跟我昨天前天讲的另外一个主题有关于这个拿哪一种酒，现在很流行吃那种板前料理，所以板前就是那种看起来很高档，那个师傅在里面，然后你前面这是桌子嘛，就是你围绕着师傅一圈的那种
大家在 Facebook 在Instagram 上面常看到有些人去 PO 的丢出来的那些文章嘛，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吃的东西，坦白讲，很多东西我都已经吃到不想吃了。你知道我最讨厌吃的是什么东西吗？不是最讨厌啊，我最怕，因为我觉得最容易踩雷的是什么？就是干贝里面夹那个海胆的那一种的，然后再去炸，可能弄个紫苏叶什么再去炸的那种。我最怕是这个，或者是生的干贝的。这个两个东西我都敢吃，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的新鲜度非常的重要，因为只要稍微有一点点不新鲜，特别是干贝哦，就会有一股很恶心的味道。嗯，我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敏感哦，所以有些师傅后来知道我的习惯之后，那个东西如果不是很新鲜，他也不敢拿给我吃。那通常会把它拿来炸，通常啦，都是已经比较不是不新鲜，就是说它不是最新鲜的状态。如果最新鲜状态，通常海胆它弄来它是直接给你吃了，一旦要牵扯到炸，就是那些特别去处理过的东西，还要加这个紫苏啊，或者是像干贝还是炸过，然后稍微再甜一点，通常都是为了要盖掉一些味道，通常啦。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弄这个很好吃啊，怎么样子的。我不会说是每个师傅都是都是已经食物觉得已经稍微有点降级才这样做，而是如果是师傅的话，最新鲜的时候我是会拿生的给你吃，特别是海鲜的东西哈。当然这个东西要看那个东西那个食材本身的特质哈。我这样讲起来都讲不完了，赶快把这两个例子举完哈。美味的因子，我再强调一次，我当时有提到的是说，温度开始，温度、复杂性、平衡感，然后还有浓度，然后还有所谓的创意性、创意度，然后最后才谈到一些摆盘美学的部分。我把这几个列为是美食美味的公约数定义。那这里面我讲的东西都是很感觉好像都只是怎么讲一个标题而已，可是事实上我每个我都有提很多例子，各位就回去看我之前讲那3集。那就是根据这三集里面提到六点，甚至有6、7个点呢。我提一个先提葡萄酒的例子啊，这是我之前没有提的。当时呢，我在写这篇文章其实是10几年前的事情哦。当时在台北市有一间餐厅，它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上次去大概已经是9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它是几个2、3个新加坡人来台湾经营的餐厅开的一个，讲餐厅也没有大到那种地步，可是它有这个水准啊。它又有一点，他自己号称它叫 bistro，bistro 的话就是小酒馆嘛，的确是样子像小酒馆的样子，但是没有那么的暗。然后它的菜呢，又不是只有什么炸薯条、炸什么东西，然后这个海鲜，然后 chips，然后让你去沾着辣辣喝一堆酒，都不是这样的东西。它反而是像一个餐酒馆。餐酒馆的话，你当然也是 bistro，但是它是比较高等级的那种 bistro。我觉得它已经有一点 restaurant 餐厅的这种感觉了哈。它当时名字呢，它是法文的名字啊，那中文中文它在上面在 Google Map 上面的名字是用法文，然后我没有去查中文叫什么名字，但是它的法文叫做我念错话，麻烦就各位就稍微听过就算，因为我不会念法文哦。它的法文是，等一下 Outchardin
有没有听到？再听一次。Au Jardin。Au Jardin，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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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在的意思吧 ，at 的一种感觉。Au Jardin，如果各位有去成品看过那些书，他们常常之前啊会有那种专门在介绍花园，不是美式的那种花园，是属于法国式的那种花园，那种就是城堡外面那种大型的那种花园。如果你有去看过法国的古堡的话，那种花园就是很多造景的那种，那种它的花园的定义是那种花园哈。Jardin 这样的定义是不是我们？它当然这个法文看起来有点像英文的那 garden， 可是 garden 规模是比较小的哦。它那 Jardin 是有一点，房子这么大，那小店可能就跟着也这么大那一种，里面甚至有迷宫或什么的。反正你上网查一下罗亚尔河的古堡的花园，大家就可以看到很多种这样的范例哦。这一次的这个节目的标题不是标题，我一开始放那个片头，我会把这个我等一下要讲的这个菜，把它当做片头放在前面，因为我讲了半天，我相信大家可能还是不太能够理解，倒不如把这个当时我拍的照片放在上面给大家看。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哦，因为这个文章是10几年前写的，拍的照片当然是10几年前拍的，所以呢，它的画质不会很好。因为你知道这种照相技术的，我讲的不是你的 camera eyes 哦，是说那个相机的进步，数位相机的进步其实是一日千里的，所以会差很多。很多以前要用大台相机，甚至后来 DSLR 那种单反镜去拍的相机，现在连手机都可以做得到了。像 iPhone 现在它可以设定那个光圈值什么的，你要拍人像，后面你说要有所谓的 bokeh 那叫什么？不是残影，那个叫做 bokeh，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我忘记怎么翻译，就是后面看起来会糊糊的那种的，然后人的样子会比较清楚。那种技术以前是要有光圈要很大，光圈要很大，光圈的意思是它那个数字要很小，然后那个才能够拍得出那样子的效果出来哈。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些后置哈，但是现在都不用。要把话题绕回来，这个餐厅呢叫做在花园里啊，它的法文是 Au Jardin。 Au Jardin， 字幕上就有，等一下我会改哈。我这边写到说，它有一项特别料理哦，不常常在菜单上。当年的时候哦，得看季节及来客定位哦，要包含定位哦。你突然要去吃，其实是不见得会有哦，因为它需要时间去制作，所以它要看季节。你有时间制作，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些那个食材，它也做不出来，或者是不够到地哈。来看得看季节及来客状况考量来准备，因为它一次做一大份出来，因为那是要切的，所以你如果2个客人你要点这个东西，他根本除非你吃到菜尾，就是刚好有人有做这些有点这个菜，然后他们可能就已经吃了这么多，你刚好你也可以分得到。那这样的状况呢，突然去不太可能会有，通常都是你要先定，你定了之后，他可能还会问别的有没有客人要，如果足够的客人，他就去做这样的东西，然后跟这些客人讲，就这段时间就会有，然后你们一定要来吃哦，不然就不会有了。所以他一般只有熟客才吃得到的哈。所以我这边写说，最好要有足够人数来预定。你有足够人数，季节又对的话，他一定会帮你做嘛，因为你要订桌嘛。不然的话，就是要碰运气。好，碰运气就是你去的时候刚好对有菜尾，然后你刚好可以分得到。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忘记什么样的状况了，但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他跟我讲有这一道菜，你有来的时候，我后来去餐厅吃饭，我通常都不是看 menu 在点菜的，因为跟我熟的餐厅，就后来都是可以自己带酒啊，他们都会跟我聊天，因为师傅大家都，我那时候也算小有名气啊，所以他会跟我聊天啊，然后有什么好东西，我通常都直接问他们说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他就会直接用讲的跟我，因为他们可能今天去市场上采购的东西，或者是这一阵子什么季节上的东西啊，或是他们新研发出来的菜色等等，他会跟我说，所以我很少去看这些东西，除非是一间餐厅是刚开的，我会翻开它，我去大略去看一下，但通常都不会，就是我会听这些经理跟我讲的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女朋友其实跟我一起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些人，我之前在网络上这边发说我要挑，我不是挑了，我要问人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饭呢？然后因为你不是我的谁，然后我是要吃饭喝酒，我会带酒过去的，我带的酒也不便宜啊。我说要 AA 制，你们自己出自己的餐，然后我出我的餐，我会带酒过去做搭配，而且是在我比较熟悉的餐厅。其实这已经不能讲恩惠，就是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了。我就被一堆女孩子骂，还是说这个人老了又想吃嫩妹啊，然后又什么花不起钱就不要花什么的，这个我有没有花钱？人家问我之前那个女朋友，她最清楚了。然后我有没有常去旅行？问我之前的某任女朋友最清楚了。那时候我们常出去玩啊，那个年代很会赚钱的时候，其实去吃饭，她很高兴跟我去吃饭啦。我的前任女朋友前一任啊，她很喜欢喝日本酒，问题是她在认识我之前从来没有喝过清酒，然后一喝之后呢，才知道有这么多变化。我还帮她上课哦，就一边吃饭的时候，我会跟她提到一些东西，她后来也变得很强。有一天我就跟她讲说，我觉得你知道的清酒的知识呢，甚至比很多我认识的酒商的业务还要强，因为你听到的都是你的老师，就是我最直接跟你讲的，有些我还不会跟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跟他讲了。所以他自己有时候喝一喝，他也会有感觉跟我反馈，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讨论。像这个料理是我们一起去吃的，不过这个不是清酒，他那时候也是葡萄酒、清酒都跟我一起去喝哈。这道菜的料理叫做现在已经28分钟，叫做鳗鱼干鳗鱼鸭肝冻鳗鱼嘛，鳗鱼鸭肝不是鹅肝，因为现在鹅肝已经禁止啊，鸭肝鳗鱼鸭肝冻所谓冻这样的东西呢，基本上他们就是会有那种像玻璃纸啊这种东西呢，他把鳗鱼可能先处理好，然后把鸭肝可能也先煮好，调味过之后呢，有点像包水饺这样的馅，那一层一层会叠上去，不能讲包水饺，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叠上去之后呢，比如说一层鸭肝，一层鳗鱼，一层鸭肝，一层鳗鱼，有可能泥状，有可能是保留原来那个食材的原况，或者是说可能粗细什么的都有。反正无论如何，它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哈。到时候大家看那个图片就知道了，它会有一个比例在，那个比例就是要看，比方讲你像讲鳗鱼鸭肝冻，它里面就两个东西嘛，就鳗鱼鸭肝哈。那你去思考，你觉得鸭肝会比较厚，就把它叠起来，鸭肝会比较厚还是鳗鱼？如果要一层一层叠的话，鸭肝当然会比较厚啊。为什么？鸭肝比较容易嘛，它买鸭肝也比较便宜啊。买了之后呢，这个你把它煮熟，弄成泥，就是不是弄成泥，就是比较。它不是一块块，你一定要把它剁碎嘛，然后再去搅成泥，把那个皮弄掉什么的，然后再调味什么，那个这样一层上去，就好像上那个上漆一样，一层上去，然后再一层铺一层的那个鳗鱼。这个鳗鱼通常都不会搅碎啊，它就会维持一个样子。
再一层鸭肝，再一层鳗鱼这样。通常这几个一层叫一个 layer 哈，LAYE 啊，它可能有三层 layer，3到4层 layer 哈，就一个 layer 可能就2种哈，就这样叠起来。那中间一定还会做一些调味，但是这些调味就是厨师的秘密，每个都不一样的哈。但是我讲是一个基本，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在听这个频道的，你是一个师傅的话，你不要问我细节，你要自己想得出细节去怎么去完成类似的料理哦。鳗鱼鸭肝冻，它把它一个一个叠起来，然后就好像在做那个什么蛋糕啊，那种酥皮蛋糕那种，会变长长方方的这样，对不对？因为它把它叠起来之后呢，就把它翻，稍微整形之后，因为这个东西都是熟的东西的，因为它是先弄熟，然后再把它包起来，然后再把它，也许再去烫吧，我也不晓得，再煮第二次，然后让它固定型或怎么样，中间可能会加些吉利丁什么的，我不确定哦，我只能讲说它弄起来一块方方，就是立体的长条状的方形的，然后呢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冰，冷藏不是冷冻哦，然后比如说等它味道融合，它就跟我之前讲戚风咖喱怎么的一样，它需要经过一个晚上或者是1天多的时间去让这个味道去融合在一起。你说它是固体，它怎么融合？它就是会融合，因为有边界交界的地方，或是有些什么分子啊、香味分子、什么气体分子什么，它会互相融合，会让这个东西吃起来更有一个整体感，因为它毕竟是一层层叠起来的嘛。你把它比较结实的把它固定，甚至有一个模板什么东西把它压着，或什么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形成了这样的一块的所谓的呃什么什么冻哦。其实这个在法国的菜里面很多这种什么猪肉冻什么冻，他们大概都是这样的做法哈。只是你如何把这个食材化为冻，这个或者是第二个是哪些食材可以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冻？冻不是日本那个冻，我讲的是就是那个果冻的那个冻哈。你要怎么把它做成这样的东西出来，你就需要有很多的经验，包含食材组合的经验等等的。这就是我提到的所谓的美味的意义，这个部分就是要去考虑的点，师傅要去考虑的点。其实我觉得这不会很困难了，就不会很困难，就是你如果一开始不知道的话，那你就去买一些法国师傅出的这些书，然后去研究一些东西。现在 AI 很简单，一 copy 放到 Chat GPT 里面，它一翻译，它比 Google 翻译还要强，很强。它会解释的清清楚楚的，然后你再去试做，这做出来就是你的。而且最好你做出来，你还能够举一反三，你知道哪些东西在法国拿得到，在台湾拿不到，可是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代替，或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来发想出台湾有哪些料理可以组合出类似这样子的新的一个菜肴。然后这个新的菜肴再发想，可能如果你对酒有懂的话，或是你有认识会喝酒的朋友，可能可以请他来帮你看一下怎么搭配会最好。所以我曾经被一些餐厅做的菜邀请我过去吃吃看，给一点心得啊，然后搭配什么东西，我都会先问说你们今天是什么样子的菜，然后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味道，然后我心中就会想说我的酒柜里面有哪些这个材料可以拿来做搭配，哪些酒款可以拿来做搭配。可能是白酒，可能是葡萄酒的白酒、红酒，或者是香槟，或者是清酒里面的什么比较浓烈、浓郁的生原酒，无过滤的，或者是说日本酒度比较高、日本酒度比较低的，很多种哈，都会去思考，然后再带过去做配合，然后当场再来，反正就是新的尝试，包含跟师傅一起来做测试哈。前言讲太多了。鳗鱼鸭肝冻，然后左这个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左右的左，就是这很多法国菜、意大利菜、西方菜喜欢用这个左嘛，左这个字。
左青葡萄甜酒冻，青葡萄甜酒冻就白葡萄啦，白葡萄甜酒冻哦。长什么样子呢？这个大家看图教。所以当你看到这一篇出来的时候呢，我现在讲你已经看到这个已经来不及了，你就是等到可能这个我讲完，就是看完这一集之后回过头来再去看他的荧幕，我那张图片哈。然后这个他是用手机拍的哦，而且那边灯光比较暗，比较昏黄，所以质感就是那画术没有很好，而且颜色比较不好处理啊，因为白平衡很难做哈。但是它还是有大概60%-70%反映出那个菜真实的样子。我这边写了，我说师傅哦是把我问他怎么去做的，我有问他，因为我吃我觉得很好吃。注意哦，鳗鱼鸭肝冻，它那个冻弄起来这么一条方方的，然后还要去切一块一块，然后每一道上来就是一块，那一块大概就是这么大，然后这么厚哦。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酥皮蛋糕，你把它切一块下来那种感觉，那一片这种跟一个厚片吐司差不多大。它那盘子是长的，就是叠一个这个一个鳗鱼鸭肝冻，然后旁边就是所谓的青葡萄的甜酒冻哦，都是冻哦，所以它是冷的料理哦。我并不觉得它是开胃菜，因为它味道其实蛮浓郁的，它比较像是中后段在吃的东西哦。我问他怎么？你各位去想想看哦，鳗鱼、鸭肝、青葡萄、甜酒，你看里面有多少种味道在里面呢？甜酒当然是葡萄甜酒哈。然后它的制作过程中，它帮这道料理带入多少的味道？除了食材味道之外，它还带入了多少味道？然后让这个菜变得很好吃，而且它为什么要所谓的佐？通常都是佐这个酱汁这样的东西嘛，所以所谓的青葡萄甜酒冻，它是比较偏酱汁的角色。以这道菜来讲，那它为什么要这样做？通常有酱汁都是因为你可以说食材本身就主菜本身的味道不够，但是通常呃不会不够，而只是说如果这样吃，你要整个吃完可能会比较单调，所以如果你有所谓佐什么酱汁啊、波特酒酱汁啊、什么雪莉酒酱汁什么的，或是什么那个 Pinot Noir，就是 Burgundy 里面的那个 Gamay 的那种野味，通常都配上那种柑橘类啊，或者是那种可能也许覆盆子啊，或是樱桃酱汁啊什么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去做一个 balance 平衡，在包含你在喝酒的时候。所以所谓佐什么东西，后面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就佐料的意思啦，所以才会用佐这个字。我那时候吃，我觉得很好吃哦。这个菜，你看哦，这个又是鸭肝冻，又是鳗鱼，然后青葡萄甜酒，基本上呢，配什么东西会比较合适呢？这我等一下会讲。哎，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就只能把这个例子讲完了，我没办法讲另外一个葡萄酒日本酒的例子，没关系，以后再说，反正就是这样子。40分钟了，师傅就跟我讲哈，我用念快一点的好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想我该表达前面都已经表达，我现在就把我之前自己写的跟师傅谈的东西哦，直接用念的出来哈。我问他说他怎么做，我说这个菜很好吃哦，而且很特别，我没有吃过，我没有吃过。他就笑一笑，他就说，毕竟这是大概15年前、15、16年前的东西，13、14年前的东西哦。他说他把鳗鱼慢慢的煎啊，把鳗鱼慢慢的煎，表示说什么？表示说这个鳗鱼并不是熟的哦，是生的鳗鱼，就是活的鳗鱼啊，慢慢的煎，
然后它煎的过程中有加入糖，酶酿反应嘛，让它产生一个除了 crispy 比较脆的外表之外，还会有一些焦糖 caramel 焦糖的那种香气哈。所以我说，除了煮熟之外，也让表面焦糖化。哦，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中，你如果中间你觉得说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特别，有一种额外的香气啊，或者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气味哦，那就是因为它有做这份特别的功夫去做的。让表面焦糖化，如此呢，鳗鱼就充满了甜度，注意哦，甜度、脆度、鲜度，就是滋味。因为那鳗鱼本身就很鲜嘛，新鲜的海鲜呢，海鲜如果它是很老就是很新鲜的东西呢，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无妈咪有比较鲜味哦。然后再加上这个酶酿反应的所谓的焦糖化呢，那个糖在煎的过程中呢，或者是油脂在煎的过程中，它会让它刻意稍微有一点焦化，所以它还有一股焦糖化，焦糖化就会带一点点的苦味，苦味是大人的风味哈，这很重要哈。我们暂时先不谈什么致癌不致癌的问题，因为那些东西就是它是它不是把它烤焦，它只是把它稍微带出这样的味道出来。注意哦，加入糖表面哦，并不是鳗鱼去腌制，表面加入糖，然后去煎，焦糖化，所以就会有甜脆脂味然后一点微苦的味道。鸭肝它是用油去煎的，鸭肝买回来了也是大大的切因为鸭肝只比鹅肝小一些嘛，那就把它切，然后把皮弄掉之后切，可能要先烫过了这细节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师傅鸭肝用油嫩煎，嫩煎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边所谓的油通常指的是 butter 是这个不管中国是华人地区用语，或者是香港啊、澳门啊，你把它翻译成奶油是不对的，奶油是奶油，butter 是 butter。早餐我们讲说以前台湾话会讲说弟弟，你这个烤吐司问沾问巴达不是打击那个巴达就 butter 日文的 butter 那黄色的那种有没有叫乳马林啊那种植物性的，那个其实是植物性，其实是有点化学合成的。真正的 butter 其实也是用牛奶，因为牛奶可以在借由火或者是加入醋酸什么东西，它可以不能讲提炼，它可以分离出很多东西出来，有乳清啊，有 butter 啊 cream 啊，然后这个最后牛奶本身啊什么的。butter 简单讲应该就是说是牛奶里面的脂肪的东西然后是黄色的，其实脂肪是黄色的所以所谓用油去煎，通常就是用 butter 去煎它绝对不是什么用橄榄油啊，或是用什么葵花籽油啊，不是这个东西，是就是黄油，正确翻译应该叫黄油butter， 然后奶油我们用 whip 我们去打出来那白色的那个鲜奶油呢，那个跟 butter 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翻译说什么用奶油去煎什么的，这个就不太对，它是用黄油去煎的，这个各位一定要搞清楚这个跟统独或者是跟就是你的一些政治意识是没有关系，这纯粹是食材的东西正确的用法，我们正确用字，我们还是要搞对，不要到时候你弄不对的时候，煮出来的东西四不像。而且你用 butter 会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进去，甚至还会带一点点咸嘛。
各位只要去回想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面包涂上 butter 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知道了哈。师傅将鳗鱼慢慢的煎熟不压干，用油把它嫩煎油就是 butter。过程中还有加入，我猜是加入这个应该是白兰地了哈，因为 whisky 味道会不太一样，就是 whisky 是比较偏谷类的东西，它这个压干，各位只要去思考说，很多野味其实跟葡萄酒会比较合为什么哦？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来谈哦。所以他说他用烈酒去腥，我猜应该就是白兰地去去腥，然后完成之后就煮熟这个多熟呢？就是你至少不能中毒，就至少要是熟的吧，不能过熟，也不能完全不熟嘛。这有点像我们讲炒肝或者是那种宜兰的做的那种，也带点甜味的那种嫩干粉干类似一样，就是差不多这样的水准然后把它放凉，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肝本身呢，就是除了有这个肝的本身有的那种 gammy 的那种味道，你讲野味也好，或是内脏的气味也好，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喜欢，所以它中间一定会再加，除了 butter 它除了可以煎熟之外，当做中间一个锅子跟这个食材中间的一个润滑的效果，不会直接马上就焦掉。另外就是说，butter 还会渗进去这个 butter 是油脂嘛，然后也会渗进去这个鸭肝里面，所以目前有些机构开始在研究说，所谓的 butter 这油脂这种东西是不是能够当成人类五感酸甜苦鲜咸之外的第六味，所谓的油的味道哈，这油你自己想想看嘛，如果说放在嘴巴里面，你一吃它是油的东西，然后你吃得出来，可是它能不能归类在所谓的酸类、酸甜苦鲜咸里面的任何一种？你说有啊，有些可能比较甜，是会有，但是我是说，你撇开那个属于油本身的那种，你能不能一吃就吃得出来？如果说它是一个可以当成一个独立个体来看，而且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话，那的确是有可能是把它归类在新的第六位里面但现在还不晓得。那我也讲过很多次，辣并不是味觉，辣是痛觉，它是那个辣椒什么什么素去破坏掉你的这个味蕾，让你就是刺痛感、痛感你所谓的辣其实是痛感它不是味觉，它是触觉所以有油去煎就已经去腥，然后加味进去了，然后完成之后放凉，然后酒本身也有酒的味道嘛，所以这个鸭肝有所谓的内脏味、肉味、内脏味，然后再加上可能白兰地的味道，然后再加上 butter 黄油的味道，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你看这假定有4个味道在里面，然后前面鳗鱼它就有甜味、脆度然后这个脆度不是味道了，反正就是 crispy 嘛然后肉的味道就是脂味、鲜味之外，还有糖，有一些甜味，再加上一些苦味，你看这加起来大概就7、8种味道在里面了，7、8种不是味道，就7、8种不同的。讲味道也可以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即便甜也有好几种甜然后鲜味也有好几种鲜味就是说它那个 layer 那个层次感已经非常丰富了。然后完成之后呢，压干那要放凉，所以那原本的油脂，不管是butter或是鸭肝本身里面的那个油脂呢，它自然而然就会解冻嘛，所以鸭肝放凉之后，鸭肝具有油脂、鲜味。
咸味，因为煮的过程中也会放一点点盐，咸味，而且鸭肝本身一定吃起来也是有一点点咸味啊。油脂、鲜味、咸味、野味，野味这个是很难解释哦。gamey 哦，脏器的味道等浓郁的口感。注意哦，我这边讲的是浓郁的口感，所以鳗鱼那个相较于这个底下这个鸭肝来讲的话，鸭肝来讲的话是比较清爽一点的，但是它本身又不，它虽然是白肉的东西，但是基本上它这样处理方式呢，其实也算是比较重口味的料理。但是它底下那个东西是本身口味就重，可是它处理过程中呢，它没有加太多东西，它纯粹就只是把它煎熟，所以两个基本上我觉得是蛮平衡的一个组合。然后他拿一个长条模型就我这边讲的快一点哦，把鳗鱼、鸭肝一层一层叠上去之后呢，一层一层叠上去哈，然后把它紧实。你说这叠多少多少就不一定啊，看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你当然鸭肝你不可能这么大一条嘛，它一定是好几块剪好一个一个铺进去，然后把它补满。这样做劳作一样，不用我再解释哦。它那个长条形也不是真的多大，它就是这一个这样，然后一层层叠起来，压实，再压紧密实啊。我讲过了，你不能松松的放，它是要把它做成一个洞一样这样的一个形态，硬硬的这样，就是我讲过了，有一点像那个酥皮的蛋糕一样，放入冰箱冷藏一段时间，多少时间没有讲哦，但是我想至少要一个晚上哦。使它成为一个长条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注意我有提到哦，让味道更加熟化，熟化就成年的味道嘛，这成年就是里面有些东西互相交杂在一起了，复杂化，而且又具有平衡感。为什么？因为两个本来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你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经过一段时间冷藏，它彼此气味会互相交流嘛。所谓的平衡化，其实就是你至少在这个切开的时候呢，这跟酒啊，或者是比较液体的东西，你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它的分布会比较，你各种气味的分子分布会比较平衡，不会这个地方味道特别重，这个地方味道特别淡。酒酒的成年会造成这样完全几乎是类似的效果，可是毕竟这种不是一体是固体的东西，它比较不能够做到说真的每一口味道都一样，所以吃这种料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吃的时候呢，你单纯吃鸭肝和单纯吃鳗鱼不是不行，而是你要最好是配合着一起吃，这样子呢，就是说会更容易感受到它的一个平衡性。好，冷藏过程让味道更加熟化、复杂化，而且有平衡感。上桌时切成有厚度的块状，配面包共食哦。面包就是你就把一点，不是把它夹在中间了，不是这么粗鲁了，而是因为你最好是刀切这个东西，然后吃，然后再面包剥一小块这样吃，这样配哦。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主菜了啦。重点来了，我这边写重点来了。原本的鸭肝鳗鱼冻已经具有甜、油脂、咸、苦味，而且是野味、苦味。这苦味是那个内脏的苦味哈。这个大家问我们，就是东方人，我们都有在吃内脏，应该可以体会我讲的意思哦。苦味、潮香就是海潮的味道嘛哈。或者是你讲是鱼腥味也可以了哈，就还有焦糖香，已经是一个很有变化性及层次感的料理了。它缺少了什么？我当时这样写，我再讲一次哦。它有甜味、油脂、咸味、野味 （gamey）、藏类的苦味、藏苦、潮香、焦糖香。它已经有很多变化性，不论口感或是味道，还有层次感。那它缺少了什么？再想想看，甜味不够，而且还少了酸度。
你说我之前不是有提过一道料理，不见得要什么五味俱陈啊，是没有错，我是这样讲，但是我是说，不是每一道料理都要把所有的味道都要齐，或者是等量的齐，不是的，而是你怎么去妥适去调配出。因为有些东西只要加一点点进去，比如说甜味加一点点进去，咸味加一点点进去。比方讲吃西瓜啊，我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你加一点点那个盐，那西瓜可能就会更甜那种感觉。但是你不会吃西瓜吃这样，然后盐也撒一堆下去，你觉得这样能够吃吗？不是，这个就不是所谓的平衡感那种，或是你是复杂感那种东西。并不是说每个味道都要等量齐观，那不对的，好，这不对的。我想我用西瓜举这个例子就已经很清楚可以理解了。你梅子那个番茄沾梅粉也是沾一点点啊，你不会去沾一堆啊。你水饺去沾这个什么自己调了醋那个醋啊、酱油啊、蒜啊什么，那个也是沾一些啊，你不会刚好就1:1这样去对嘛，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所谓的五味调和这种东西，它只是说可能带有一些，而且也不见得五味要调和，它可能只是说你要有一点东西去提某个东西的味道是负责提味用的，它是增加它的复杂度，而并不是说像块拼图一样每个味道都有，然后每个东西都每块拼图都一样大，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哦。那这道料理呢？因为本身呢，你想想看，不管鳗鱼或者是那个鸭肝，它都没有甜味嘛，或是它甜味非常的少嘛，甘甜那种一点点，那比较像脂味的东西，不算真正的甜。那你说煮那个在煎这个鳗鱼的时候，上面有撒一些糖，那是不是带有甜味？是，但是它某些部分已经转化成为苦味了，就是焦糖化了，所以甜味还不够。而且很明显的，不管鳗鱼或者是这个呃鸭肝，根本就没有酸度嘛，没有酸味嘛。那你说这个勉强要加酸很奇怪吧？又难道你上面在淋醋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现在要讲说，它少了这两个，这师傅就要去思考。那如果少这两个，如果我把这两个东西加进去，用任何方法去加进去，会不会让它更好吃呢？那些东西的不管甜味或酸度，是提升它的味道，不是去改变它所有的味道。提升和改变是不一样哦。改变是它已经变成主角之一了，提升是它还是配角，但是它可以产生就衬托出这个料理整个的味道出来。所以我说，可以增加更多样的甜味，并加入酸还有果香，因为酸痛跟果香是跑不了关系的。苹果酸、醋酸、乳酸什么很多东西，你都会联想到水果的味道哈，让这道料理具有更广的味觉面向。我讲的是味觉哈，不是触觉，不是嗅觉哈，味觉面向。当然有一些嗅觉了，但是这个重点比较偏向味觉的部分哦。同时也更不容易吃腻。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做搭配，前面你可能吃起来吃久了之后会觉得比较油啊，比较口感比较重啊。可是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比较那种新鲜的，就好像在 Burgundy 我们吃这个鸭肝啊，旁边配这些酱汁，或牛肉本身配什么什么酱汁，那个都是让你吃起来比较可以改变你的味觉，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腻哈。我这边提过了，增加更多的甜味，加入酸香，可以让料理具有更广的味觉面向，同时不容易吃腻。甜酸香的部分哦，甜酸香气，香气是额外的啦，就甜味和酸味。师傅不是把额外的食材直接加入鳗鱼干鳗鱼鸭肝冻去烹调，他不是这么粗鲁去做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整个是同一个味道，不是不行，但是如果你是分开来处理的时候，就是我刚讲的少了这两个味道，
你分开处理的时候，你可以同时吃没有这个味道的东西，也可以同时吃配在一起的感觉。就这个例子前面一直讲啊，比如说煎牛排的时候，你吃原味旁边放盐、放芥末，或是放什么波特酒酱汁啊，什么雪莉酒酱汁、马德拉什么酱汁啊，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改变味道。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加在里面的话，你就不能同时吃到不同的味道了。那生鱼片沾酱油wasabi 或者是加什么，那个也都是让它去改变它的味道增加多层次的味道。所以他的做法就是说，把这个鸭肝这个鳗鱼鸭肝派这样子一个动派把它当做一个主菜主食，然后再加上蘸酱那种感觉只是它的蘸酱呢，因为他觉得它少了甜味跟酸味嘛，所以呢他不是把这些东西呢，这些额外的这种有这样味道的食材加进去一起去烹煮，不是，它是另外用甜白酒，注意甜的白酒用来料理的酒基本上不必太贵了，甜白酒跟新鲜的葡萄做成的果冻，所以它里面还有 jelly， 就是那种吉利丁那种，然后它控制好那个软嫩度当做类似蘸酱的方式，跟鳗鱼、鸭肝冻一起享用。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有这个葡萄果冻不是甜白酒的果冻，然后还有葡萄本身剥过皮，然后它稍微有一点去处理过，就是说不是那么的生，也是比较软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白葡萄果冻那种感觉但是它没有那么简单了，它一定还有在处理一些东西在里面。一个小时了，我赶快把它讲完然后一起享用。师傅有跟我讲说，要考虑的点很多，比方讲把它打成泥之后，弄成酱汁在上面旁边让你去沾，就是看不出来。可是它这样又少了那个葡萄冻的那种口感所以他觉得说以这种类似像冰果冻的方式，冷的果冻的方式来呈现，跟这个不但温度还有口感都会比较类似。如果单纯弄成一个酱汁，甜的酱汁或冰的，就没有那么好吃了，而且会有一个冲突的感觉，所以他把它弄成一个冷的。那你说冷的酱汁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他觉得说，师傅觉得说，如果说葡萄还有葡萄本身的那种口感在的话，这样吃起来的话，你看他同时考虑到所谓的味觉，又考虑到触觉。让你吃起来会觉得哇，变化层次感很多。这道料理所以这道料理不适合外带，因为果冻很容易融化，它就是要在室内里面吃。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的料理？此外呢，甜酒青葡萄果冻具有葡萄的酸度这酸度从葡萄这边过来的。注意不是甜白酒，是从甜的。就是葡萄本身的酸度过来的，那什么葡萄他没有讲，但是你就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葡萄。你如果去拿那种新鲜的那种什么美国白葡萄，那纯粹很甜的那种了，就不会那么的适合，因为它酸度就没那么够。你是希望葡萄本身的葡萄酸就是90酸啊，那个苹果酸啊，还是说你是希望去沾一些醋？当然是用原来的酸度会比较好嘛。这个甜酒青葡萄果冻具有葡萄酸度，还有甜分，还有香气清爽，因为它毕竟是水果嘛。与鳗鱼鸭肝共食，会让口里的味觉有更多的层次。我这边写括号就是复杂度，就是我提的美味料理里面的复杂度的部分。但是这道料理并不是只有复杂度，我是说，你如果一系列整个看下来的话，其实它就是我所提到的，包括温度、口感温度什么复杂度、平衡度立体感什么那些东西，其实它都有考虑到，它甚至连美学都有考虑到，因为它摆起来的时候很好看，懂吗？很好看。这样一盘料理经过摆盘之后，有多样变化。
我这边写，不论视觉、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有强烈的满足感，吃起来也很新奇。好，我很快把它念完哈，因为这个太长了，这个会变成最长的一部分。创意的部分其实类似的菜我在国外吃过，但是呢，在花园里所谓的 Ojardin 哦，把它发挥的更好。身为一个资深的酒友，我甚至不知道应该要搭什么酒会比较适合。我那时候想说甜酒嘛，好像还不必，因为已经有了甜酒青葡萄果冻，它已经有甜酒青葡萄果冻。某个程度来讲呢，因为我们又不知道喝醉，某个程度来讲，这道料理已经有类似，注意哦，有类似法国 Sauternes 的甜酒和所谓鹅肝的搭配调性了。现在没有鹅肝了，就是鸭肝的搭配调性了。味觉的部分实在不必再更加去加强，你配更多的甜酒反而会乱了整体的风味。所以这个师傅本身呢，在设计这道菜的时候，他旁边这个那个酱的那个多寡啊，其实他要考虑的很清楚，去算吃多少口配多少这些东西，而不是只是好玩而已。有些师傅弄的酱，他以为是挤花挤漂亮而已，挤太多挤太少，其实都不合适。那个除了要漂亮之外，他还要考虑到均衡性啊，你知道吗？那个是蘸酱啊。那是包括撒花或撒这些什么青菜什么，你要考虑到均衡性，不要只是为了好看而好看。因为客人有些客人就是吃好看没有错啊，但是有些客人他是要吃好看，要吃平衡性。如果我就是啊，如果你遇到一些比较资深的人的话，你去参加比赛，或者是就是说米其林什么，他们可能也会很看重这样的东西，所以真的不要为了好看而好看哦。我尝试布根地，就 Burgundy 哈，比较有一点酸度的白酒哈，或略有厚度的 Pinot Noir，略有一点厚度的 Pinot Noir 的红酒来跟这个鳗鱼鸭肝搭配。我有这样尝试，因为我当时有带酒过去啊，不减分，不会减分，这个菜你也不会减分，还可以，还可以。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产生更多加成的效果，因为你要餐酒搭配，通常都还要有加成的效果，然后1+1要大于2，至少要大于2才有意义嘛。所以我后面写说呢，我的结论是，也许它已经是一道很完美的料理了，美味的部分实则无需太多额外的酒来加持。选酒搭配，因为餐桌上多了酒精，让气氛更为欢乐，无不可。好吃又喝醉，岂不快哉？文章写到这里呢，我所谓起步快哉的意思，并不是说加了酒会让你吃起来更好吃，而是说美味的部分不必太多额外的酒来加持。我们之所以选酒来搭配，是因为餐桌上多了酒精，可以让气氛更为欢乐。我讲的是气氛更为欢乐。这时候的好吃又喝醉，好吃是在食物，喝醉是酒，并不是说你餐酒搭配让你自己吃起来更好吃。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道料理已经很完美了，好吃又喝醉，岂不快哉？因为这一集讲的太久了哦，就我最后就回答我之前有提过问题，我就是说一道什么叫做美味的定义啊，然后包含这么多种，那时候我有思考到一个问题是说，如果说这个食物本身已经很完美，那你所谓的餐酒搭配的意义在哪里？因为餐酒搭配的意义通常就是要让所谓的这个是，就它能够更彰显出这个食物的味道出来嘛。那酒进来才会有它的意义在嘛。如果你很死板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话，那可是如果说这个菜因为这个酒的加入，然后让它更好吃的话呢，那
我是不是可以讲说，这个食物呢，这道料理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不够完美？你说，对啊，那所以我们才配上酒嘛。那你就要很考验到餐厅在上这道料理的时候，他能够提供什么样的酒给你。如果是客人自己随便乱带怎么办呢？那你弄起来的结果只是让你这个料理减分而已。所以你要去怎么去设计出来之后，怎么让客人接受，或者是说，上菜的时候自然而然会附上一些什么酒，或是不要附酒，或是跟客人讲说你就单吃会比较好，委婉的去跟他解释。那这些部分就是真的好的餐厅要去做，也必须完成的事情。我的结论就是说，完美的料理是存在的，它不一定需要，它不需要酒的搭配也可以。那如果有酒的搭配的话呢，如果是真的是料理上无法呈现出来，非得用一点酒来做搭配的话，那也可以。那这样合起来，所谓的完美料理就要把酒一起算在里面了。可是如果酒已经很好了的话，如果餐已经本身很好的话，选酒搭配多了酒精，只是让气氛更为欢乐。所以呢，这样子的东西呢，料理本身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了。那有餐酒搭配，只是好吃又喝醉，岂不快哉？岂不快哉？哦，好，那本来还想再讲一个有关于这个板前料理这个什么大家清酒的部分哦，因为这一个我没想到讲了历史以来最长的记录了。你如果有看到后面，我相信会有收获的，因为这篇我也是一个镜头讲，但是我有配合我之前写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会比较 organize 一点哈。这个是在我的文章里面本来就有写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一开始就讲了嘛，他们有来找我，问我说他要把它问我说能不能拿来编入他们的那个多元教材里面的家政部门的一个有关美食的介绍。我说可以啊，至于他们有没有登我，因为很久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了，我也没去查。但是他们有来问我，就已经让我觉得很惊讶了，因为我那时候网站还没有把它锁起来的时候，他们找到，所以是他们的老师们写信来问我的，问哪些东西呢？我现在花了四个小时来讲这些东西呢，美味的意义，大概3000字，讲实际上字3000字，但是我现在讲这个大概我觉得应该有。3万字搞不好都有了，因为我口语加了很多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如果要听我上课，单单讲这个东西，我可能就要分2节课来讲了，就是讲一个美味的意义。所以现在就是把它放在网络上面嘛，就是这样子。你如果有耐心，你就看到后面。这个没有耐心的话，你会少掉很多东西，很多知识。好吧，就讲到这里哦。填土之道有道理，理是李明的理哈，解释过很多次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好，讲到现在也差不多11点半了，刚好做一个结束了。有一点匆忙，但是希望大家还能够接受。拜拜。